与精神上的创伤相比，肉体上的伤痛似乎微弱许多。但对于爱舞蹈的廖智来说，失去双腿无疑就像失去生命。2008年汶川地震后，廖智在手术单上签字，同意截肢。1个月后，伤口还未愈合，他决定挑战舞蹈。曾经最恐惧的假肢，也在一天天的磨练中成了他最好的朋友。2个月后，他凭着惊人的毅力登上了义演的舞台。一曲鼓舞令现场所有人都记住了这个用生命起舞的女孩。其实我们今天看到你翩翩起舞的这种美妙的曼妙的姿态，其实还是很难想象你的康复过程中所必须经历的那样的一些磨砺的。对，康复那个期间前期，我经常看《西游记》，就盯着孙悟空看。我觉得我跟悟空很像，但是我觉得他的那一个束缚他的东西，那个钢圈紧箍咒还要细一点，对他的身体的压迫还要小一点。我看着他就觉得他跟我是同一种方式在受苦。你是不是同病相怜啊？对，然后。就是你有百般功夫，你施展不出来，因为你被他束缚起来。我那个时候就是这样，我脑子里面有时候想象我要做什么，想象中他已经做了，但实际我还站在原地，我连踏出去那一步都不行。刚开始就会觉得很没有自由。我看你在自己的微博里还写到过，一开始看到这个假肢就会觉得有恐惧感，是吗？对，我觉得他是一个怪物，就是很讨厌他，就是他在我心目中是最丑陋、最黑暗、最没有光芒的东西。甚至我会让我的父母把他们拿得远远的，就是不要让我看见，因为我一看见他就会想象我的身体塞在里面，很束缚、很难受、不能呼吸的感觉。你在讲这些事情的时候，我突然觉得你非常像一个人。记得《一帘幽梦》里面的绿萍吗？我小时候有看这个电视剧，我当时还有想，要是我遭遇他的事情，我一定想方设法都要自杀，就是为什么还要活下去？所以当真的发生在我身上，我当时还有自嘲，在医院我说我的预言就又实现了，然后就真的发生在我身上。很多这种身体残疾会让我们觉得抱怨老天不公平，你会不会有这种内心的不平衡，或者你是怎么做到能够去接受这件事情？我还真的没有，就是对这件事情有过觉得它是老天不公平。我只是觉得这是一个很特别的经历。我起初刚开始是充满了憧憬，我去想象假肢会是什么样子，我跟他怎么磨合，我用它怎么生活。只是说我很痛苦的是，我看到它，我发现它不是我想象的样子，然后我要怎么样攻克它，我要怎么样驾驭它，就变成了我每天要绞尽脑汁去想的问题。但是你是一个舞蹈演员哎，你是跳舞的，夜深人静的时候，因为卸下所有的这些包装，只有自己可以看到自己的那部分。没有，因为我有对它产生一个很强烈的憧憬的原因，是我期待它会让我变得更高，所以我好像是的确增高了2厘米，对，是吧？就长到1.6米嘛，就是在24岁那一年猛然长高2厘米，所以我在刚装假肢的时候。康复期间，我都一直努力的康复，让伤口长好，就是为了等那一天我会变得很高。所以真的，他从地震发生到现在，他说的重要的人生的动力都和美的追求有关系，是吧？都和对未来很多具体的想象有关。我觉得他给我感觉，他几乎很少有感觉自己是个受害者，他觉得自己是个 survivor。就是很多人在创伤之后之所以迟迟不能走出阴影，是因为他们不能接受，他们觉得这是一次不公平的分配。没错为什么把这个分配给我了？我没有做什么事情要得到这样的一种结局。但是他从一开始其实就接受了这样的事情有可能发生在任何人的身上啊。但是其实我在看你的一篇博客的时候，我依然被深深的刺痛了，就是你说到有一次
父母好像暂时都离开家了，而你想要去上洗手间，却发现假肢并不在自己的旁边。那是装假肢期间促使我去练它的一次很狼狈的经历，但如果没有那一次，我现在可能都没有能好好的去训练它，因为那个之前我有练过3天，我觉得太痛太难忍受，就就下意识放弃，就想说坐轮椅多好啊，就有人推着又很自由。但是那段时间过得很颓废，就每天会睡到中午下午起来，那个时候起来想去厕所就叫了很久，没有人回应我，我是忍无可忍从床上爬下来，就在地上跪着走。跑出去找我的假肢，因为我一定要有假肢才能坐在坐便器的上面。所以当时爬出去的时候，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会那么戏剧的，我还转头去看我们家墙角有没有安摄像机，真的就会你觉得有点狼狈，是不是？对，我想不能被别人看见这一幕，然后我自己都觉得很奇怪，怎么会有这个意识？然后去找到假肢穿上，去到洗手间。刚刚踏进去，右脚还没落地就倒下去了，整个人朝前摔倒，很直的倒下去，然后额头就摔在坐便器的边缘，当下就眼睛黑了，就看不见，就好一会儿才缓过来，然后一只手扶着洗手台，扶着坐便器的边缘爬起来，就那一刻就是愤怒的感觉，就很想骂，但是。就是一股气在身体里面，什么呢？就那时候就是那一刻就不一股愤怒的感觉，但是张着嘴骂不出来，就发现不知道该骂谁，所以我就憋了很久，就呱的就哭了，整个人就哭得像小孩子一样。然后哭完了之后，就整个眼睛肿起来，额头上当下就鼓起来很大一个包。哭完以后眼睛肿得像核桃，脸也肿肿的。好丑啊！这是我一辈子见到自己最丑的事。你这时候还去照镜子了？就一直对着镜子。所以在这之后就决定好好要去练假肢了，是吗？对，就是那一天，我下定决心，我一定要攻克它，不管它是什么怪兽，我要比它更怪。所以我就想，一定要应用它到自如的地步。我每一天反锁自己在房间，扶着穿衣镜和门把手就练啊练。后来我的穿衣镜底座都被我折断，那个门把手都摇松了。我爸妈根本不知道我在干嘛，因为。就是音乐放很大声，当我很累、会很痛，我会衣服完全被汗湿透，因为那个时候也是9月份，我刚刚出院，在我最累、最想哭的时候，我会去唱歌，我就大声的在房间唱，就是一直很大声的唱，爸妈就老是来敲我的门，小声一点。其实那个时候我觉得还蛮有悲剧色彩的，就悲情的感觉。